诶，这是哪儿啊？大邱，没错，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城市。我不会告诉你它是宋慧乔、孙艺珍的故乡，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历史故事。今天我们就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视角，跟着小熊猫来逛一逛这个城市。到站啦！这个车要坐1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东大邱了，从釜山站，我觉得还挺方便的。然后车厢内的话，我觉得就稍微有一些老旧吧，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感觉。车厢内部也非常的安静，好像都没有人说话，很安静，所以体验感还挺好，也没有什么异味。我觉得交通很方便，就是从那边坐过来，时间也很短嘛，上车也不用安检，很容易就上车了。在携程上面买好票，根据火车站的一些指示找到这个火车，直接上车就好了，没有安检，没有检票人员。反正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简单，因为我订的酒店也就在东大邱站的附近嘛，所以我现在直接就先去酒店放东西了。这个大邱站的里面还不错哎，有很多的商业，刚刚我还以为只有里面一点点呢，没有想到走过来的话，里面也做了很多商业，就做了一条商业街吧，感觉比我想象的要好哎。刚才下车的时候，因为我还要拿行李嘛，放在比较上面，坐我旁边的一个韩国小姐姐，她长得比较高嘛，她可能看我个子很高，就站起来帮我拿了，我就觉得很感激吧。拿行李的过程中，可能没有注意到她的奶茶还是什么饮料之类的，就不小心把她的饮料打翻了，然后她还跟我说抱歉，其实是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她可能是觉得怕把我身上弄脏了什么的，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我抱歉的。怎么说呢，就感觉人好好，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好了，现在先去酒店放东西了，等到酒店了再查一下去哪些地方逛一逛吧。从这个站里面出来，直接就是新世界百货了，也是他们这里的一个很大的商场，挺方便的呢。准备出去逛的路上，突然间看到了有很多人群聚集，马路对面也有一些。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了很多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的门口，虽然我不太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我推测是不是某个球队有比赛在那里。反正大家就在门口，很多人都穿了感觉像是某一个球队的衣服，应该是在门口应援的吧。推测，但是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些，但可能有的人懂，所以我把它拍下来。去酒店放完东西出来，就发现外面下大雨了，但是我还是坚强的开始了我的行程。我现在先去车站坐车，今天晚上准备去东城路逛一下，因为那边听说是一个商业聚集地吧，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卖啊。今天就先逛逛街，明天再开始景点，稍微轻松一下。因为釜山我已经很特种兵行程了，所以现在稍微放松一下。像大邱站附近，我感觉有好几栋楼，看起来都很新，还没有摘那个橙色的布啊，感觉是新建的。没有想到这个城市还在建房，建这种很高的大楼，建了挺多的，挺密集的，都在大邱站的旁边，一出来就能看见了。来大邱的话，我感觉街道上的人挺少的，没有想到感觉人口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还在建楼，还挺神奇的哈。这边有这种擦雨伞的，我感觉这个站附近的房子还是挺密集的呢。刚才又走错路了，我发现地铁站跟火车站它不在一起，稍微隔了一点点路，隔了不到100米可能，反正它在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个铜像，手上抱的是麦子，感觉是韩国的类似于袁隆平一样的人物呢。上面好像刻的有点中文的意思，这是谁呢？有没有人认识的呢？这个站门口还修了这个喷水的和电子屏的配合的，让我感觉还有点像芝加哥那个公园，那个很有名的公园的样子，但是它做的可能是那种迷你版、缩小版。好了，再次声明一下，地铁站在这里，跟火车站 KTX 不是在一起的哟，大家不要走错了。好了，去坐地铁了。感
感觉这个交通卡还挺好用的，在大邱也能用，可能它是全国都通用的吧，我就是尝试一下。中央站这里也在建房子，都在建很高的楼，很密集的感觉。这边有很多卖衣服的小店。这个面包感觉很便宜，竟然有1000韩元一个的。这是一家韩屋星巴克，它的建筑是用比较复古的韩式建筑，这也是在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家都会想来打卡一下的一个景点。外面因为下雨没有开放。我点了抹茶拿铁和蜂蜜蛋糕，竟然只有小半杯，我觉得有点夸张。既然没有那么大的量，为什么不能用小一点的杯子装呢？我感觉看着让人很不适吧，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有点太差了，这个服务有点失望。我点的是李州抹茶拿铁，好像是，他说是在韩国特供的，就只在韩国才有的。喝起来可能跟日本的没有什么两样吧，不都是抹茶拿铁吗？但是为了图个新鲜，尝试一下，挺好喝的。我平等的热爱每一种抹茶口味的东西。还有这个是蜂蜜奶油蛋糕类似，中间包的是奶油。奶油我也很喜欢吃，但这个蛋糕怎么说呢？配上奶油吃还可以，单吃的话可能没什么特别的。确实，如果这个蛋糕它不配上这个奶油一起吃的话，单吃起来就会特别的干的感觉，有点噎不下去。可能这家星巴克的店里的环境是挺好的，挺特别的，因为是这种韩屋的建筑设计嘛。味道上来讲啊，星巴克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比较普通。价格上它也其实不占什么优势，我觉得比别的店里价格好像会偏贵一些。这家店进来里面拍拍照就可以了。不过很多人来咖啡店，也就是单纯为了一个环境，比如说有一个环境好聊天，包括我感觉我现在身边坐的，不管是年轻的小姐姐和年纪大一点的大叔大妈、大爷之类的。大家都是围坐在一起，感觉点一杯咖啡就可以坐在这里坐一下午聊一下午，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吧，这一点是可以值得肯定的。不过这个抹茶拿铁很好喝，当然我觉得抹茶味的饮品都很好喝，我特别喜欢喝抹茶。这个蛋糕好大，我感觉吃完我又要吃撑了。好啦，打卡完了，怎么说呢？反正刚才那个蛋糕我也大概只吃了一半就没吃了，因为确实我觉得好干啊，吃不下去。反正这个避雷，大家不要点，因为它奶油也没有很多，它配上奶油吃的话就还好，但是它奶油没有那么多，我把奶油吃完了之后，剩下的蛋糕我就已经吃不下去了，因为感觉好干啊，我觉得硬在腮的那种。那个抹茶拿铁的味道上还是挺好喝的，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用那么大的杯子给我装，那么大的杯子然后只装半杯，从观感上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吧。一个这么大的品牌的店，连这一点他都没有考虑进去，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哈，有点不能理解。这个美观难道不需要的吗？对不对？你难道只有一个型号的杯子吗？你既然设计了这个型号的饮品，那是不是就应该有相应的适合这个型号大小的餐具道具呢？对吧？这也不是什么小品牌的店，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品牌的连锁的咖啡店，这点没有做到很不应该哦。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家店这样子。哦，还有一点让我也很不舒服，我在想是不是我吃星巴克的次数太少了，所以我并不记得以前是需要这样子的哦。他这边需要自己把东西放回原位，就是叉子、盘子以及所有的垃圾，还有托盘，它都要放到它该放的位置，就是要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好。太夸张了，我觉得以它的怎么说价位来讲，不至于在服务上做的这么不够吧？又不是那种很廉价的餐饮连锁店，它为什么服务就是做的这么不充分哈？做的非常的欠缺。反正这是我第一次怎么说，把东西吃完了还需要做这么多工作，真的第一次。因为之前就包括在日本，就算是在那种特别平价的连锁餐馆，我印象中应该也只需要把整个托盘放回它的回收的那个架子上就好了，
不需要你把每一种餐具让你分门别类放好，还要把垃圾全部丢掉，怎么样子？反正这个是我觉得我做的最多的一次了，就是我自己吃了，我还要自己给自己服务这么多，那我为什么要来外面吃呢？对不对？反正我有点不太舒适吧，差评肯定是个差评。啊，那我现在就准备去东城路了，它也就在这附近，那一起去看看吧。到了大邱的东城路，好像是个很热闹的商业小街吧。来韩国的这几天，我发现就是他们可能本地人真的很喜欢喝咖啡哦，因为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有卖咖啡的店，挂那种易拉宝出来嘛，上面就会写咖啡多少钱哦。他们咖啡真的还是挺便宜的呢，价格大概是1000到2000的样子，1000、1500、2000都有，所以我就感觉价格也很便宜。从这点上来讲，也说明他们的消费量应该是挺大的。哇，这边的衣服店好多哦，又可以逛到停不下来了。而且这边的衣服都很便宜耶，款式也特别的多。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到大邱的第2天了。我现在到了西门市场，也是大邱这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市场吧。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什么吧。走。这好像是带鱼吗？就感觉是不是猪脚之类的？还有很多卖杂货的。这里面好像国内的批发市场哦。哇，这边好大哦！到处都能看到一些 K-pop idol 的广告。看起来这么浮夸，但是卖得很便宜的感觉。还有卖很多这种海鲜干货的。坚果，还有很多卖海带的，好大的海带哦！感觉这些都长得有点像人参吧。他们这边有很多水果都是这样，直接按一盆一盆的卖的。好多辣椒啊！这里的糖饼只要1000呢，好便宜哦。年糕和豆皮。这个是豆浆，里面加了海藻冻，夏天喝可以消暑。这是放了花生的鸡蛋糕，买一袋尝一下吧。该吃午饭了。它在地下室。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可以吃饭了，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嘛，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室内的环境坐下来吃饭。那刚刚在西门市场那边逛的时候，好像大部分都是在路边的嘛那样子，我觉得可能太热了，我就走了走，走到稍微旁边一点的这个地方，就发现了一家店面，然后它还不太好找，因为它开在地下室，绕了很多圈才找到的。它因为在门口也没有写明在几楼嘛，我还是坐了电梯上去，然后又下来才找到的。因为感觉它藏得挺深的，可能一般的人就不会找过来吃。但我还是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我觉得最开始在釜山的前几天呢，我跟着网上推荐的去吃，觉得好像还没有自己随便进的好吃一样，所以我现在就不到网上看。哦，对了，刚才在路上因为也不太好拍这个包了花生的鸡蛋糕，我现在再给大家拍一个。
因为它里面不是放了很多花生吗？所以花生的香味很真实，配上这个鸡蛋糕，我觉得蛮配的，很好吃。我觉得比单纯的那种鸡蛋糕要好吃一点。我觉得价格也很划算，30个3000元，挺不错的，我挺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的。我又点了一个什锦汤饭，热腾腾的，好像会有它的特别的这种肠，也是它这边的一个特色。里面还会有猪肚，有菜，就挺丰富的，有多种类型的吧。尝试一下，来这边吃了好多汤饭呀，因为这边汤饭太多了，动不动碰到的就是汤饭。那先尝一下它的小菜。它是那种辣萝卜干，有一点点辣，不过很好吃，我觉得。再吃一下别的，给了好多小菜，都是之前感觉没见过的，这个那个什么叶子的感觉，哇，味道会有一点点刺激，不是很适应，有点像一种那种香料的叶子，反正我不太能吃得惯。再看，还有一个这种黄色的，这个应该也是萝卜，但刚刚那个红色的是萝卜干，这个就是萝卜。然后还有一个黄色的这种酱。可能类似于我们的豆瓣酱之类的那种酱料，还给了2盒，还有这种虾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看到这个勺子上的字还是中文的，来尝一下它这个汤吧，有点清淡，没什么味道。尝一下它这个肉，感觉有一点点腊肉的味道。再来试一下它的这个肠，里面有粉丝，就是肉和粉丝一起的肠。再尝一下它这个猪肚。还可以，但我觉得还可以再炖一下，没有那么烂，还是有一点点难咬，可能味道有点偏淡，所以它也是给了酱吧，放一点。尝一下它这个虾米的酱，它这个虾米的酱很咸，可能放了很多盐吧，太咸了。刚才发现它还有一种肠，这种感觉是全部把粉丝捆在一起做的，吃起来是那种 QQ 弹弹的，很有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吃起来很好吃。我感觉比肉肠可能我更喜欢吃这种一点。我刚才又解锁了一下这个辣椒的新的吃法，因为我刚刚在路上看见别人蘸一下这个黄色的豆瓣酱这样吃，他们都是这样吃，吃得津津有味，好像确实还挺好吃的，而且这个辣椒也不辣，就是感觉吃水果一样，不错，感觉吃起来很健康。好了，我吃完饭出来了，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了。那稍微小小的总结一下刚才吃的感受吧。我觉得总体来讲还不错，但是可能没有我在釜山吃的那家好吃，但它的量我觉得还行。这次是我唯一一次感觉差不多能吃完的那种，之前可能分量都会有点太大了，我吃不完。尤其是牛骨的那个汤饭，因为牛骨上面的肉特别多嘛，吃起来就特别的困难。那这家店我觉得分量可能还比较适合我一点。本来是觉得自己不喜欢吃汤饭的，但是因为来了这么多次，正好每次碰到的店都是汤饭的店，我就吃了几次之后，我越来越习惯吃这个韩国的汤饭了，确实挺好吃的，而且又配了各种各样的小菜啊，味道也挺丰富的，每次都让人感觉自己吃的特别丰盛，因为它会放很多各种各样的碟子呀。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出来这个汤饭啊，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包括之前的冷面，其实我也很喜欢，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吃点冷面冰冰凉凉的，会觉得让人特别的解暑清凉。感觉这个有点像红豆汤的那种，看起来挺好吃的。我发现这个西门市场啊，真的是超级好逛的，根本有点逛到停不下来的那种，因为它这里太大了，还有这种室内的，好像我逛了一下，有3层楼的样子，面积也非常的大。里面什么都有，什么小孩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衣服、鞋子、包包、配饰啊，还有什么餐具、锅碗瓢盆，里面都有的卖。如果有时间，这里面真的是可以逛很久很久，我都在这里面逛到停不下来。但是可能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摆得比较杂嘛，所以需要一点耐心去把它逛下来吧。如果大家愿意慢慢挑选，我觉得还是很好逛的。
了，经过了一阵挣扎，买了几件衣服之后，终于可以往接下来的路程赶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大邱的第一教会，也是大邱特别有名的景点之一吧。从西门市场这边走过去大概只要10分钟。哦，我好像已经看到了，好吧，它是哥特式建筑，也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个建筑吧。那我带大家去看一看，远远的就已经可以看见了。这还有一个还挺好看的房子，感觉也是属于他们教会的。前面就是了，树的后面，不知道能看见吗？这个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小房子的介绍了。这个建筑应该就是这个教会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啊。好了，到了第一教堂了。哇，这个建筑还挺漂亮的，一看就很西式。那看看是不是能进去。从第一教会这边出来往下看，就能看到对面的教堂，对面的是桂山教堂。前段时间大火的一个韩剧《苦尽甘来遇见你》里面女主角结婚的地方，就是它取景地就在这儿，所以也很火。这边路上还会喷水。我们从第一教会下来了，这边过个马路就直接就能到桂山教堂了，是不是离得很近啊？大邱的景点都离得很近，就这点还蛮友好的，很短的时间就能逛完了。到了桂山教堂，这个是红砖式的这种建筑，也很漂亮，比较有古典韵味吧。这个教堂的彩绘玻璃窗上面的图案跟我们平常见到的欧式教堂就不太一样，上面的图案都是一些韩国传统人物的形象。这个抽屉里面还有很多书诶，我翻开来看，感觉里面都是乐谱吧，这个应该是做礼拜的时候大家可以唱的。好了，把桂山教堂也看完了，里面有一些老太太在里面做祷告之类的吧，但是人也很少，而且那里面没有空调。刚刚的第一教会里面都有空调，所以第一教会那里好像坐得舒服一点啊。我们下一个要去的点就是韩医博物馆，韩国古代的医生的这个可能介绍古代医学的吧，类似于我们中医，我们去看一下吧。好啦，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留言，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下期我会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韩医博物馆和金光石壁画街。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